您家里现在有坚果吗？如果有，接下来这段话您一定要认真听完。我在肾脏科待了26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，本来好好的，突然腿开始肿，夜里频繁起床，脑子越来越糊，去检查才发现肾功能已经掉了3-4成。每次问他们最近吃什么，10个里面有7个都说我每天吃坚果，我注意养生，然后我问吃哪种，他们说出来我都沉默了。因为那几种坚果就摆在每个传统市场最显眼的位置，随手就买，随手就吃，便宜还健康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不是所有的坚果都适合60岁以后的身体，吃错了不是效果减半，是在一点一点损害你自己的肾脏。先说我的病人张大爷，72岁，他女儿带他来做检查，结果一出来，女儿当场哭了，肾功能下降了40%。张大爷很困惑，他说我最注意养生，天天吃坚果，怎么会这样？我问他吃哪种，他说了一个名字。我沉默了几秒，因为那种坚果几乎家家都有。我是高以成，在肾脏科和代谢症候群领域工作了26年，照护过7000多位病人。最让我心痛的不是病情本身，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事。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哪5种坚果正在伤肾，哪4种反而能保护你，还有该怎么吃才真的安全。在说坚果之前，先帮你理解一件事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搞清楚。你把肾脏想象成家里的净水器，年轻的时候滤芯是新的，一天能处理大量的水，干净利落，但过了60岁，滤芯开始老化，速度慢下来了。而且麻烦的是，你吃的东西没变，该处理的废物还是那么多，能力却下降了。就像一条路，以前4个车道，现在只剩2个，但堵在路上的车1辆都没少，越堵越慢，越慢越堵。更糟的是，肾脏不会疼，它只会用别的方式提醒你，夜里频繁起床，腿脚莫名其妙的肿，脑子越来越糊，记性越来越差。这些你以为是老了，但有时候是肾脏在喊救命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来说那5种坚果。第1种，葵花籽。你家里现在有没有？如果有，这一段你务必认真听。葵花籽里有一种东西叫草酸，每100克含草酸90毫克，是菠菜的3倍还多。年轻的时候肾脏年轻力壮，草酸进来很快就排出去了，但60岁以后不一样了。你把肾脏里的微小管道想象成家里的自来水管，用久了会不会结一层白色的水垢，硬的，难清理。草酸就是这层水垢，在管道里慢慢积，一开始看不出来，日积月累就变成结石。去年3月，台北有一位王先生来找我，68岁，退休司机。他女儿说，爸最近上完厕所要冲好几次，小便的颜色深得像浓茶。我让他做了超音波检查，右侧肾脏有一颗1.2公分的结石。我问他平时吃什么零食，他说看电视，嗑点葵花籽，每天就1小把。我再问他喝什么，他说看棒球赛，顺手来杯啤酒才有气氛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啤酒让身体脱水，脱水的时候草酸更容易结晶，就像水少了，水垢更容易凝固。这2件事加在一起，对68岁的肾脏来说是双重打击。后来王先生做了碎石手术，恢复还算顺利，但他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记到现在，高医师，要是早知道这么危险，我肯定不会吃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么普通的东西竟然这么伤身。第2种，南瓜籽。你肯定听过一句话，南瓜籽补肾。对不起，我必须告诉你，这是流传了几十年的误解。南瓜籽里含钾和磷都非常高，100克含钾800毫克，含磷1200毫克。年轻时候这些矿物质进来，肾脏很快就处理掉了。但60岁以后处理的速度慢了，
这两样东西会慢慢在血液里积累。甲基多了，心跳会乱，腿脚会麻，严重的甚至会呼吸困难。磷基多了，皮肤会痒，骨头会疼，血管会钙化。你以为在补肾，其实在给肾脏增加一项根本来不及完成的任务。去年夏天，台中有一位李阿姨来找我，70岁，走路都很吃力，腿肿到鞋子穿不进去。我问她吃什么保健品，她说我不吃保健品，就每天早上一把南瓜子，坚持了将近10年。邻居说这个补肾阳，抽血结果出来，血钾偏高，血磷超标，这是肾脏已经处理不过来的信号。李阿姨不敢相信，她说我这是在养生，怎么反而吃出问题了？我叫她立刻停掉南瓜子，调整饮食。3个月后复查，指标慢慢恢复了，腿也消肿了。她后来逢人就说补肾不能乱补，有时候越补越伤。第3种，花生。这种东西家家都有，便宜方便，看电视顺手就抓一把。花生有2个隐患，第一个是黄曲霉素，花生很容易发霉，霉菌产生的黄曲霉素是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1级致癌物，会同时攻击肝脏和肾脏。散装花生风险更高，因为存放条件无法保证。第2个是钠，大部分花生都是盐焗的，50克盐焗花生含钠约200毫克，高钠升血压，加重肾脏负担，还会造成水肿。如果再配上啤酒、脱水加高钠，肾脏就像在沙漠里干活，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。去年国庆长假之后，高雄有位刘大爷来找我，65岁，做过台菜厨师。他看起来很疲惫，眼睛下面发黑，小便颜色很深。我问他假期做了什么，他说就在家看棒球赛，每晚一边吃花生一边喝啤酒，就3、4天，花生也不多，1小碗。检查结果肌酐和尿酸都超标，肝功能也有异常。我跟他说，刘师傅，您这3、4天把肝和肾都累坏了。他后悔地说，高医师，要知道这么危险，我说什么都不会吃那么多。谁能想到花生这么普通的东西竟然这么伤？经过2周治疗，戒掉花生和啤酒，指标才慢慢恢复过来。第4种，腰果。很多人血糖偏高，不敢吃糖，就改吃坚果，觉得总比吃甜食安全。腰果是坚果里碳水化合物含量最高的，100克含碳水30克，是杏仁的3倍。吃进去，血糖会快速往上冲。60岁以后，胰岛素效率下降，身体压制血糖的能力变弱，血糖就会像坐过山车，一会儿冲上去，一会儿往下掉。血糖长期不稳，会损伤肾脏里的微小血管，对大脑的影响更直接，记忆力下降，饭后特别困，注意力涣散。新北市有一位赵女士来找我，69岁，退休小学老师。她女儿说，妈这半年记性越来越差，刚说的话转头就忘，饭后总是犯困。我问她吃什么零食，她说我血糖有点高，医生说不能吃糖，所以我就改吃腰果，每天下午1小把。听说坚果对血糖好，各位，腰果确实是坚果，但对血糖的影响其实不比米饭低多少。我让他测餐后血糖，吃腰果之后2小时 11.8， 正常应该低于 7.8。 我建议他把腰果换成杏仁，每天只吃10粒，餐后再散步15分钟。3周后复查，餐后血糖降到 8.5。 他说头脑明显清醒多了，记忆力也在慢慢回来。赵女士感慨地说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，没想到选错了，反而帮了倒忙。第5种，夏威夷果。这种东西很贵，很多人觉得贵的总是好的。夏威夷果脂肪含量极高，100克含脂肪76克，跟黄油差不多。60岁以后，消化系统整条流水线都慢下来了，胃液分泌少了，肠道蠕动慢了，肝脏代谢也跟不上了，大量脂肪进来就像高速公路堵车，
整个系统都卡住了，短期会腹胀、恶心、大便油腻，长期会血脂升高、脂肪肝、体重增加、肾脏负担越来越重。台南有一位陈先生来找我，74岁，退休工程师。他儿子说，高医师，我爸过年这几天胖了4公斤。我问陈先生吃了什么，他说儿子买了夏威夷果，我觉得好吃，每晚看新闻吃一把，也就10几20克。检查结果，甘油三酯从 1.2 涨到 3.5， 肾小球滤过率从72降到58。我跟他解释，陈先生，您每天这一把相当于每天多喝半碗油，肝受不了，肾也受不了。他很吃惊，说我以为贵的东西总没错，没想到反而吃出问题。停掉夏威夷果，调整饮食，2个月后甘油三酯降回来了，夜里起床的次数也从4次减到了2次。他告诉我，从那以后再也不迷信贵的就是好的，适合自己的才是真的好。5种危险的坚果讲完了，葵花籽的草酸，南瓜籽的钾磷，花生的霉素和高钠，腰果的碳水，夏威夷果的脂肪，每一种都用不同的方式在给肾脏增加负担。但我还要再加一条，比这5种加起来还危险。任何加工过的坚果，盐焗的、糖渍的、油炸的、五香的、蜜汁的，无论原本多健康，一加工就变了。盐焗的钠含量暴增3到5倍，糖渍的血糖指数飙上去，油炸的热量是原来的2倍。五香的里面有各种添加剂，只吃原味，拒绝加工。这8个字比选对种类更重要。那到底该吃什么？大自然其实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。接下来这4种坚果不仅不伤肾，还能保护肾脏和大脑，传统市场就能买到，价格也不贵。第一种，巴西坚果。如果60岁以后只能选一种坚果，我会毫不犹豫选它，因为它富含硒。一粒巴西坚果含硒70到90微克，已经是成人1天所需的100%。硒有什么用？你把身体想象成一辆车，开久了会生锈，硒就是防锈剂，保护细胞不被氧化损伤。肾脏和大脑是最容易受氧化损伤的2个器官，硒就是它们的保护层。60岁以上有将近40%的人硒摄入不足，缺硒会导致免疫力下降，容易疲劳，记忆力减退。桃园有一位周阿姨来找我，68岁，退休小学老师。她说，高医师，我这半年总是头昏脑胀，做什么都没精神，检查发现血硒偏低。我建议她每天早上吃完早饭，半小时后吃一粒巴西坚果。3周后她跟我说，头脑确实清楚多了，做事也有精神了。复查血硒，恢复到正常范围，怎么吃？每天早上吃完早饭，半小时后1粒就够，千万别多吃。硒过量有毒，认准无盐无调味的，放冰箱冷藏保存。第2种，核桃。核桃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，对大脑和肾脏都有保护作用。你把大脑里每一个神经细胞想象成一间房子，外面包着一层墙皮。年轻时，这层墙皮柔软有弹性，信号传得快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墙皮会变硬变脆。欧米伽3就像给墙上刷的保护漆，让它保持柔软。核桃还能降低肾脏的炎症反应，保护肾小球不受氧化损伤。新竹有一位马大爷，71岁，退休电工。他儿子说，爸最近老忘事，瓦斯开了忘关，我们很担心。我建议他每天吃核桃。3个月后，儿子很高兴地告诉我，爸爸现在好多了，记忆力明显恢复，血压也稳定了。怎么吃？上午10点左右，6到7个半核桃，大概30克，配酸奶或豆浆，不必炒，直接吃生的，密封冷藏，1个月内吃完。把1周的量提前分装好，每天拿1包，不会吃多，
也不会忘。第三种，杏仁。如果你血糖偏高，杏仁可能是最适合你的选择。杏仁富含膳食纤维，能减慢食物消化的速度，让血糖缓缓上升，而不是突然暴冲。就像开车，缓慢加速比急踩油门省油，而且安全。杏仁的钾含量适中，不会像南瓜子那样给肾脏增加额外负担，还能帮助稳定血压。彰化有一位马大爷，73岁，退休会计，糖化血红蛋白一直在 7.2 左右，医生建议吃药，但他想先试试饮食调整。我建议他每天下午3点吃10到15粒杏仁，配一杯绿茶，早晚各散步30分钟。3个月后复查，糖化血红蛋白降到 6.5， 餐后血糖也稳定多了。马大爷说，我现在每天都盼着下午3点，这10几粒杏仁变成我一天的小仪式了，怎么吃？每天下午3点10到15粒，配绿茶或清水，选生杏仁，不要盐菊或糖渍，每天不超过30克。第四种，开心果。夜里醒，好几次睡不着，也许你缺的不是安眠药，而是这种东西。开心果富含褪黑素，50克开心果含褪黑素660微克，是其他坚果的10倍以上。褪黑素是身体自己分泌的睡眠激素，告诉大脑天黑了，该休息了。60岁以后，褪黑素分泌减少一半，所以很多老人睡得浅，容易醒，早上起得很早。开心果不是安眠药，但能帮助身体慢慢恢复自然的睡眠节律。台东有一位林奶奶，75岁，以前每晚要醒4次，每次醒来就很难再睡着。我建议她睡前1小时吃15到20粒开心果，配温牛奶。3周后，她跟我说，现在最多醒2次，有时候1次都不醒，睡眠质量好多了。怎么吃？晚上9点左右，睡前1小时15到20粒，配温牛奶，选原味，不要盐焗的。太晚吃会影响消化，太早吃效果不明显。睡前1小时刚好。4种好坚果讲完了，给你一张简单的时间表。早上7点，吃完早饭半小时后，巴西坚果1粒。上午10点，核桃6到7个半，配酸奶。下午3点，杏仁10到15粒，配绿茶。晚上9点，睡前1小时，开心果15到20粒，配温牛奶。每天坚果总量控制在40克以内就够了。我现在帮你把今天的内容梳理一遍。5种要小心的：葵花籽草酸高，容易形成肾结石；南瓜籽钾磷高，电解质容易失衡；花生有霉素风险，高钠伤肾伤肝；腰果碳水高，血糖坐过山车；夏威夷果脂肪极高，消化系统负担过重，加上任何加工坚果都比原味危险得多。4种推荐的：巴西坚果1粒护肾，核桃护脑护肾，杏仁稳血糖，开心果助睡眠。5个吃法原则：不当早餐，只做加餐，选无盐无糖的原味，每天总量不超过40克，开封后30天内吃完，冷藏保存。如果已经有肾病或者在吃降压药、降糖药，一定先问你的主治医生。很多病人按这个方法调整之后，身体会有变化。给你一个大概的时间线：第1周，夜里起床次数开始减少，睡眠慢慢改善，但变化还不明显，这是正常的，不要着急。第2周，头脑比以前清醒，腿脚不那么肿，早上起来轻松一些。第3周，记性明显好转，做事有精神，体重可能会轻1到2公斤。1个月后，整个人轻松了，血压也可能开始稳下来。这不是奇迹，只是身体终于得到了它真正需要的，也终于卸下了它不该承受的。当然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在1个月内看到效果，有些人需要2个月，有些人需要3个月。关键在于你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做出多少改变，
身体就会给你多少回应。我做了26年肾脏科，见过太多遗憾。有些老人本来可以健健康康陪着家人，却因为吃错了东西，最后只能在透析室里度过余生。每次看到那个场景，我心里都很难受。更难受的是，大多数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，只要早一点知道，早一点改变。我无法帮你阻止年龄增长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怎样才能老得有质量一点。早上起来吃1粒巴西坚果，上午吃几颗核桃，下午嚼10几粒杏仁，晚上睡前一把开心果配温牛奶。这些小事加起来不过几分钟，但你的身体会记得你对它做过的每一个选择。健康不是某一天突然得到的，是每天一点一点积累来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从换一种坚果开始。最后再提醒你一次，今天分享的内容仅供参考，不能代替医疗诊断。如果你已经有肾脏疾病，或者正在服用任何药物，请先咨询你的主治医生，不要自己随意调整饮食。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，包括血肌酐、尿常规和肾小球滤过率，早发现早调整，很多问题是可以控制的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身边60岁以上的家人和朋友，让他们也早一点知道你愿意做这件事，比点赞更有意义。我是高以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